恭喜恭喜，新年快乐！你现在收听的是 Hit FM 联播网，今天是除夕，除夕就是1月28，现在是几点啊？首播是下午1点，首播是下午1点，没错，重播是晚上的11点。除夕夜要开始了，我是炎亚纶，对，我是李玉玺。除夕夜你都会干嘛？就是会吃饭。你呢？好像是好没有内容的开始吃饭这件事情是大有学问的，因为很多时候因为餐厅没有在除夕夜就开门嘛，他们很少开门，对，然后所以你就不得不订一些外汇年菜啊等等，但是等到大家都到齐的时候，菜都凉了然后就会被迫逼着整桌菜就是凉凉温温的这样子，对，对，因为过年大菜很多，对，所以要么就是全部一起放上来，然后就会凉掉，对，不然就是一道一道等。好，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可以聊很久，我们先来听一下炎亚纶的歌《My Babe》，乱 Q。OK， 刚刚听到的是《My Babe》，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歌，我待会再跟大家讲。我们可以继续再聊一下，除夕夜是打麻将的时候吗？是，但你是会跟大家打麻将的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看起来都不合群吗？不是，因为我是不太打的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我玩过年的话，只有玩那个什么射龙门啊，你看推筒子啊。等一下，所以我刚刚本来以为你是那种不赌的人。没想到是赌太小，对，赌比较大，没有技术含量的那种赌我才玩。不知道现在听众知不知道射龙门怎么玩呢？射龙门真的是一个很邪门的东西。射龙门就是呢，你要在2个数字中间呢，电台里教规则，直接要抽到那个两个数字中间，你才会算赢。对，但是邪门的是，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范围很大，但你偏偏就抽到跟那2个数字其中一个数字一样的，那叫做撞柱。对，撞柱就要罚2倍或3倍，看你的规则怎么玩这样。然后我觉得过年玩就好了，因为平常玩应该是会伤和气。是一定会伤，讲话可以不用这么保守，就连在过年玩的时候都有可能会伤和气。对，就10块都可以玩到变几千块。对，因为之前我有一次蛮扯，跟鬼鬼还有一群朋友在家里，大概10个人玩吧。然后我那个晚上第1个小时，我地气就拿出来了。我没有到地气，但赢了8000块。哇！然后当下就大家都开始不讲话，然后就说那继续，然后再把钱输回去。对，好像要这样子比较可以，就有来有往啦。对，就是我觉得过年呢，就是当做丢出去的钱就当做是送幸福。我觉得用这个心态你会比较快乐啦。对，不要把这个赌局变成友情的据点。对，钱是身外之物，所以身外之物。不要的都给我。刚刚讲到句点，我们希望今年都不要有任何的友情跟爱情有画上句点的时候。没错，来，我们听一下玉玺的句点。在你的世界环游了感觉，绕成一个圈，画成了句点。好的，那现在听到的歌曲是李玉玺不知道几年前的歌啦，叫做《句点》。多久啊？应该有没有到10年？我今年出道第11年了，怎么样吗？你呢？20。哇，你真的怎么样？算存在很久，存在感很够。对你，因为我不是每个人的出道20年都可以有这么强的存在感，好像是对，我今年算存在感比较稍微重新要开始的感觉。对，从过年我其实也有一点因为我前阵子有一个新闻。所以我的存在感也开始变强了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新闻算蛮好的啊，我自己觉得是，当然这种事情是好事还是你以前在以前的公司没有办法这样子？以前也都是会承认的啦。对，就是对被拍到就承认这样。我也是有担当的人。我也不知道现在的时代就是听众们会怎么觉得？就是艺人当然也是人，然后谈恋爱这件事情，其实再平常不过的事。对啊，然后如果是2个人能够真心的、真诚的交往，我觉得大家的立场就是祝福。是。怎样？你干嘛？我开始有点紧张，我不知道你会讲些什么。没有。但是对啊，对，希望就是大家给予更多的祝福。对，幸福就好。反正对啊，也不知道会走到什么时候。
不是要继续聊吗？没有，我们聊聊就是我们怎么认识的好了。我们怎么认识的？我觉得如果没有在特别关注新闻的人，可能不见得知道我现在是你的员工，合作伙伴，打工仔。我们其实是在玉玺有一个节目叫做《鸿门家宴》，对。然后我就在鸿门家宴的时候跟他攀谈，我不知道我讲的哪一句话不小心触动到了他，然后他就简单来说，就是那个时期是我在做心理咨商的时期，但是我还没有跟大众去讲这件事情。然后在录影的休息时间的时候，亚伦哥就突然说：“李玉玺，你有个门没有打开。”有个门，射龙门，对，不是大家想的那个比较什么脏的门，是什么门啊？是心门，心门。就你说我有一个，不是喷门，不是那个门。对 ，OK。就你在说我虽然看起来都嘻嘻哈哈的，可是我内在好像还是有一个门没有被打开的感觉。因为那时候的他，我看起来是虽然外在显露的是一个正向，然后阳光的人，但是很明显的他的灵魂没有跟上他的笑容，这样子。对，我是一个蛮敏感的人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是不是要聊一下？对，所以那个当下，我就是突然觉得，是不是有人懂我啊的那个心情，然后就有再多跟你聊一下嘛。然后再来就是那一天刚好其实也有一个记者会。然后记者会前几天呢，我爸就放了一个炮，说他不会再跟我续约。对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哎呦，对。然后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是真心的还是只是想要救我，因为当下就是大家说，那你接下来要去哪里？然后你跟你爸是不是关系不好了，什么什么之类的？然后你就说，那你跟你爸关系不好，那你就迁过来我这边啊。这样，你那时候就讲了这句话。我是说关系不好吗？反正你在帮我。我觉得他讲话比较可怕，把这件事情转过去，没有，应该是说大家会认为不续约应该就是有什么问题，但其实是没有的。我跟我爸早就私底下主动的聊开了。我那时候应该是觉得你的不开心有可能跟这件事情有关，所以我就直接问说，那所以不续约的意思是什么？大概是这样。对，坦白说，那个时候我跟我爸是很开放的聊，就是我觉得在他公司也9年了嘛，好像我可以试着自己去找一个新的方向，是自己闯闯看这种感觉。因为毕竟还是9年，就算就我自己是一个艺人，可是他还是在他的保护伞下。应该说这个角色有点重复啦，因为既是爸爸又是老板的时候，有时候很难在公司领域上面的分配画得非常清楚。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亚明哥在跟玉玺比较严肃的讲话的时候，玉玺可能会有角色上的混淆。到底你现在是用爸爸的口吻跟内心在跟我讲，还是在用老板的方式在训斥我？这个确实是在父子关系里面会是一个比较值得去商讨的地方。对，然后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刚好在对的 timing 被化解开，我觉得这是好的事情。也就刚好在那一天，然后你讲了那句话，所以我就主动的去说，那我们约一天。来聊聊看，这样子。我是真心的，不是为了要救你，我没那么伟大。好，我们就在这个感动的气氛下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好啊。